我作為全香港最中意同埋最尷尬 YouTuber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，大家好，我係周晴。周晴。尷尬係 YouTuber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，大家好，我係周婷。無論咧係俾警察收咗電話，抑或咧係警察直接踩上呢個 Facebook Office， 其實佢哋去破解你嘅個人資料嘅方式真係層出不窮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就想同大家講幾個安全漏洞，就算一個唔小心電話俾人收咗，又或者你嘅社交媒體嘅帳號咧俾人 target 咗都好咧，都可以盡可能咁樣保護你嘅個人資訊。第一點就係密碼要越長越好，因為呢一個密碼嘅長度同呢個破解難度咧，其實係幾何級數咁樣上升嘅。最好咧就係12個字起跳，咁同埋咧就最好一定要開呢一個 two-factor 嘅認證，即係呢個雙重認證。但係大家記住呢一個 two-factor 認證咧，就千祈唔好開係用呢個 SMS 嚟認證。點解咧？因為 SMS 係一個非常之容易被截取到嘅一個通訊方式嚟嘅。咁咧建議大家咧就可以用 Google 呢個 Authenticator 嘅 app 咧，去為你每一個登入咗嘅 account 去做呢個配對。無論係你 Facebook 啊，或者 Gmail 啊、Instagram 啊等等嘅 app 咧，都可以同呢一個 app 去做到配對嘅。或者咧，大家都可以用一個實體嘅認證器材，例如 YubiKey 咧，都可以做到一個配對。咁咧就可以保障到你嘅帳號啦。相信大家都會知道咧，一個個人密碼最安全咧，就梗係要有大細階同埋要有數字，甚至係符號啦。但係如果你做足晒以上所有要求咧，可能你會覺得個密碼會好容易唔記得，或者會太複雜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密碼要訣，就係用呢個 passphrase 而唔係 password。咩叫 passphrase 咧？咁大家咧就可以用一句你中意嘅英文歌嘅歌詞咧，例如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咁樣啦。咁咧你就可以將每一個字嘅第一個字母拼埋，再加啲數字，再加啲符號 ，hack 呢個密碼嘅難度咧就會上升咗好多噶啦。咁大家要記住，大家作你哋嘅密碼嘅時候咧，一啲常見嘅口號啊，或者日子啊，譬如8964咁樣，或者一啲個人嘅生日日期，去到如果你係住外國嘅話咧，你嘅 postal code 等等啦，呢一啲大家都知道，又或者好容易咧被人聯想到嘅數字，都係要去避免嘅。如果你有好多嘅帳號需要管理，有好多嘅密碼嘅話咧，你就可以自行將你嘅密碼分成常用同埋重要但係唔係常用兩類。咁前者咧你就真係要死記啦，真係要記喺個心入面。咁但係後者咧你就可以用一啲 password manager，例如 1Password 或者 KeePassXC 咧去到管理嘅。同埋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去理一啲咧不明來歷嘅所謂更改密碼提示，因為呢一啲咧可能係一啲假冒嘅平台咧去嘗試想騙取你嘅密碼。咁改密碼嘅時候，大家記住唔好成日咧都用同一個 pattern， 如果唔係咧就會好容易俾人撞到噶啦。例如果你有一個密碼嘅組合係 A 流行曲嘅歌詞，咁你下次咧就要用翻 B 流行曲嘅歌詞啦。如果你真係有好多好重要嘅資料嘅話咧，你嘅 iPhone 都可以設定為咧撞錯咗10次密碼就自動洗機，咁就可以有多一重嘅保護啦。咁如果有一啲不法分子拎到你部電話，點樣可以令到你電話入邊嘅資料冇咁容易俾人偷呢？答案就係要加密啦。如果你嘅電話係有做到加密嘅程序嘅話咧，俾人 hack 咗都好咧，都只係會見到一堆亂碼嘅啫。如果你係用緊 iPhone 嘅話咧，你就會喺 Touch ID and Passcode 底下咧見到 Data Protection is enabled， 代表你嘅資料已經係受到保護㗎啦。如果係 Android 機就有啲難搞，我係 Android 機嘅。Google 係有嘅，而如果你係用 Android 機嘅話咧，就真係有少少難搞，因為 Android 機咧每一部機每一個牌子咧都會唔同嘅，有一啲機咧係會有加密嘅設定，有啲機就冇。如果冇嘅話咧，你就係時候要換咗部機去啦。如果部機係有呢一個加密嘅設定嘅話，大家咧喺設定嗰度揾翻加密 encryption。當然大家要記得咧，就係要 keep 住更新你手機嘅程式，咁就會有大機會啲咧去堵塞到一啲新嘅破解技術㗎啦。電腦咧都係有加密嘅功能嘅，如果你係用 Mac 機嘅話咧，就記得開翻呢個 Firefox 嘅功能啦。
如果你係用 Windows 機嘅話咧，就可以用呢一個 BitLocker。咁如果你本身嘅 Windows 係一個 Home Edition 咧，咁你就要 upgrade 咗一個 Pro Version， 因為呢個 Pro Version 咧就已經包咗呢個 BitLocker 㗎啦。如果你部 Windows 機係 Home Edition 嘅話咧，你要用一個加密功能就冇咁方便，咁所以你部機咧就唔好拎嚟做啲太重要嘅嘢啦。第三點就係要小心一啲可疑嘅 app。有線新聞有個報導咧，就發現原來好多大陸嘅 app 咧都係會偷偷地咁樣咧去竊取一啲用戶嘅資料。就好似你撳開一個大陸嘅 app 嘅時候咧，原來佢會同時喚醒10幾個其他 app 去一齊去攞你嘅資料嘅。喺最離譜嘅情況之下咧，可以10分鐘之內睇你嘅相簿2萬千次咁多嘅喎。所以咧，無論你係單一啲執相嘅 app 啦、網購啊、打機啊，甚至一啲 keyboard plug-in 嘅 app 咧，大家其實都係要盡量小心同埋少用嘅。至於大陸出嘅產品就好似手機咁咧，咪你直接講咁樣唔得咩？然後嗰個 graph 就係個樣啦，然後個 sound effect 就係叮叮。我知道好多朋友咧，你哋平時都可能成日課金啦，或者有啲遊戲咧，你都可能唔捨得 delete 㗎啦。其實我都有嘅。咁或者咧，如果你係要返大陸工作嘅話咧，咁你買2部手機咧，就絕對可以幫到你啦。第一部手機就係一部好安全嘅機，可能入邊咧就會放一啲你一般平時會用到嘅社交媒體啦、銀行嘅 app 啊，或者 email 咁樣。大家記住，絕對唔可以喺嗰部機嗰度咧裝一啲可疑嘅 app， 甚至同大陸有關嘅 app 嘅。第二部手機咧，就係呢個公廁機啊！公廁機講類機啫。講類機即係裝美圖秀秀啊！即係後邊有線分流落嚟嗰啲。第二部手機就係呢個公廁機啦，就可以專攞嚟咧，譬如打機啊，或者你裝一啲影相調色嘅 app 啊。咁但係咧就記住，一定唔可以 link 到你一啲真實嘅個人資料、個人資訊嘅。咁當你有危險，譬如話你部機俾人偷咗、俾人攞咗咧，都唔會有一啲重要嘅個人資料咧係會俾人竊取到。同時，如果呢一部手機你係拎返大陸去工作嘅話咧，記住呢一部機都要夠入氣啊，即係話都要有啲平時生活嘅照片啊，或者有啲你打機嘅 app 啊等等，唔好俾人覺得呢部機咧係一部扮嘢嘅手機。最後，無論你係用一部手機定係用2部手機，記得你嘅 SIM 卡咧都要開返 SIM lock 同埋要加密。咁所以即使咧你將 SIM 卡係俾人偷咗都好咧，一啲不法分子都唔能夠喺第2部機入邊睇到你一啲 contact 同埋 message。有啲人會喺網上面問，喺一啲危急嘅情況之下，如果一啲不法分子拎到你部 iPhone， 係咪喺有更新同埋你鎖咗機嘅情況之下就一定冇事呢？係錯㗎。違います。原來喺有鎖機嘅情況之下咧，有一啲暫存嘅檔案都係有機會被破解嘅。熄機先至係最好嘅做法啦。喺度提大家，千祈唔好裝一啲咧會聲稱幫你去清理部機啦，或者洗機嘅 app， 你唔知佢咩背景，可能佢會拎咗一啲重要嘅 access rights 喺背後咧做啲咩，拎咗啲咩資料，你唔會知道。所以最重要嘅真係要講3次，就係熄機。又有人會問咯，如果喺一啲突發嘅情況之下，你手上面有一嚿磁石，咁係咪可以破壞到手機嘅資料呢？佢係真係好似喎，佢係咪可以？係錯㗎。違います。除非你係磁力王啦，如果唔係，你唔好覺得一嚿細粒嘅磁石咧係可以破壞到你部手機同埋電腦嘅 hard disk。要起碼咧劏車場吊起架車咁勁嘅磁力咧，先至有機會可以燒到磁。咁火攻同埋水攻係咪有用呢？呢個火攻同埋水攻可唔可以有火同埋有水？可以。我作為一個夢想係要入 Gryffindor 讀書嘅人，整個中意啲喎，唔該。係錯㗎，違います。喺一個危急嘅情況之下咧，火魔法最多咧都只能夠燒到你電話嘅外殼嘅啫。而水魔法嘅話咧，唔講個電路板啦，其實而家呢個儲存記憶體嘅晶片咧，已經有非常之強嘅防水能力嘅。就算你將部電話掉落河都好咧，執翻之後其實都可以拎翻個晶片係攞到啲 data 嘅。咁點先可以完美咁樣洗機咧？下集話你知。
無論係手機嘅 operation system 定係 app 都好，一見到有 update 咧就即刻要去更新啦。因為通常人哋 hack 你部機咧都係利用一啲未 update 嘅系統漏洞。至於用呢個社交媒體，大家咧都應該係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因為今時今日咧，其實你網上嘅行為同埋你現實生活嘅行為咧，已經有好多嘅交疊重疊㗎啦。咁唔好咁傻豬咧，覺得你喺網上面做咩都得，就算你只係課過金啊，或者買過一件 T-shirt 都好咧，都可以成為追蹤到你嘅線索嘅。以上就係保護個人資料安全嘅 BB 班啦，而下一集我哋仲有呢個進階班嘅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記得要睇埋下一集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同埋 subscribe 隔離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之後嘅片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